合资车理论上也是国产车，看看中国的工匠精神到底怎么样。首先上场的是最新款路虎揽胜，也不知道出自哪个工匠之手，车顶改造的乱七八糟。这是本田雅阁与半挂货车碰撞测试画面，这造型跟纸糊的有啥区别？怪不得都说日系车省油，这就是省油的最终结果。这是我见过最安全的合资车了。一位车主高速驾驶轿车发生碰撞，很庆幸车主安然无恙。车辆已经面目全非，你知道是哪款车型吗？这是车主刚买的路虎揽胜，还没来及上拍照，就被混凝土车给改装成两厢车，这是一点刹车也不踩呀，直接撞成糖葫芦了。这是全球车型本田奥德赛，倒车也太不注意了，看造型是撞上电线杆了，要是马力大点就被一分为二了。听说这是一辆本田皓影。如果没猜错，肯定是被2辆货车夹击了吧？但是前后也没看到车辆啊。不过挺庆幸的是，车主和孩子都十分安全。这就是国内某些人心中的神，这就是丰田普拉多，带大梁的车居然被撞瘫痪，车身断裂严重变形。这是艾力绅还是奥德赛？这辆车长得太一样，我分不清。现在本田也很潮流。更新了无门车型，夏天开出去一定很凉快，前提上车要先系安全带，避免被甩出去。这是奥迪 A6 和前4后8的碰撞测试，这简直就是鸡蛋和石头相撞。奥迪车顶塌陷，车门严重变形；奥迪 Q7 与翻斗车相撞，奥迪车变成无框车门。翻斗车只是保险杠受损，德系车不是号称坦克吗？这也不硬啊！哈哈哈哈！雷克萨斯真能出洋相，居然能把自行车夹住，这是杂技团出身吧？这就是所谓的吸能吧？不过我很想知道自行车啥牌子的。这是宝马5系碰撞测试成绩，前脸严重受损，防撞梁也变形后移。如果让我评级，这质量肯定不合格。10次事故9次快，这辆宝马 X5 车头报废，而且从头刮蹭到尾部，可想而知这速度有多快。不过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安全气囊最起码打开了。这是一辆奔驰迈巴赫，具体与谁相撞，具体不详，车头损失挺严重，可以说是报废状态，都撞成这样了 ，AB 柱仍然没变形，真是一分钱一分货。看来这是奔驰、现代货车3辆车的事故现场，目测奔驰受损最严重，车门子估计是被货车撕扯的，现代肯定撞不成这个模样。你见过这么生猛的路虎揽胜吗？撞到装载机和货车，车身左侧严重变形受损，这画面比电影还敢演，但愿司机一切安好。第一眼你肯定看不出这是哪款车型吧？这是保时捷与斯柯达碰撞测试画面，看样子防撞梁都撞断了。这么贵的豪车都不如几万斗的斯柯达耐撞，都把树撞歪，保险杠依然没事。现在你所看到的是起亚与混凝土搅拌车100%正面碰撞测试，起亚 AB 柱表现还算可以，搅拌车保险杠只是刮蹭点漆面。这是凯迪拉克与保时捷卡宴的碰撞测试，两车碰撞画面看是保时捷损伤轻点，但是凯迪拉克赢了，因为它便宜啊。光头大哥开着丰田塞纳撞上电线杆，看样子电线杆有点碍事，挡住大哥前进的道路。此时电线杆也帮大家验证了质量。这是别克 GT O8 事故画面，尾部严重变形，尾门好像都裂开了，前脸25%偏直碰撞 ，A 柱表现良好。总体来说实战没赢过。这是宝马市区与皮卡车碰撞测试画面，在市区还能有多快速度？居然宝马车头被撞报废，看着现场情景，宝马安上翅膀都能起飞。这是奥迪 A800%正面碰撞测试，车头已经报废。轮胎也是合车身分道扬镳，还得是100万豪车，车头报废了 ，AB 柱依然没有变形。这是号称全球安全性能最高的沃尔沃与奔驰碰撞，结果不敌奔驰，沃尔沃被撞的就像一团废纸，都不配拥有这个称号。这是大众辉昂事故画面，车顶被砸得严重变形，车头也受损严重。我是看不懂这个事故原因。有谁能分析出来这辆辉昂的事故画面？这真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奥迪 A6 与奔驰大 G 碰撞测试，正面100%碰撞，谁也没沾光啊！看来奔驰也就是个样子货。别克车主来给厂家做免费宣传了，车头被撞报废，结果气囊没有弹出。是不是气囊根本就没给安装，还是插头没给安上？这是别克轿车版的皮卡，就是改装的车斗有点小，从正面看又变成轿跑，连挡风玻璃都去掉了。难道车里没有空调吗？比亚迪的两厢车真好看，设计的还有点特别。依维柯师傅直接在路上改装。这是本田思域与大众速腾25%偏直碰撞测试，思域被撞断轴，这次撞击思域 A 柱表现很优秀，没有变形。这一局看来是大众完胜思域。我的天呐，这是轿跑版凯美瑞，看来这是被货车压顶了，造型都已经设计出来了，不如将计就计，直接改造成轿跑吧。这是福特轿车与牧马人的碰撞测试，同样是美系车，结果差异这么大，牧马人身为硬派越野都不如福特。比亚迪方程豹车主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迷之自信了。
最近有人拿方程抱抱5和坦克700拔河，这应该是完美解释什么叫硬要越野。不要去挂双侧了，挂双侧的话，如果说赢了，就说咱们的这个占他便宜了。因为正好也只有一个软鞋扣，这个软鞋扣就挂在他的那个车子上面，咱们就用双层挂在咱们的车子上面，受力都是一样的，所以尽量做到公平公正。预备，挂 D 档肯定要挂档呀。预备，开始。好，你怎么不走呀？预备，开始。到底哪个猛？停。预备，开始。系上安全带，老板们把安全带系上。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预备，开始。踩，邵总踩呀！预备，开始。踩，邵总踩。预备，开始。绳子先拉直，锁开了没有？后锁加中锁。预备，开始。哎呀，这个自己好。不拔了，拔不赢的，挂在中间也拔不赢的。服了。又是原地冒烟，虽然是失败，但是看个乐子还是可以的。在真实的测试中，比亚迪的全系都出现了溜坡的情况，包括仰望 U8、方程豹5、腾势 N8、护卫舰07、唐 DMP、宋 L， 比亚迪在售的 SUV 没有一款能爬坡不溜坡的，这就非常尴尬了。有人就调侃说，到底谁给起了个名儿叫解耦四驱？这个叫法绝对是不正确的，应该把它称之为叫解闷儿四驱。当你看到这些飞沙走石、前轱辘不挠、后轱辘挠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解闷儿啊！有一个号称非常专业的一个越野人士，那开着非常解闷的四驱，在半坡上嗷嗷的轮儿，你说他不行吧？他能横着上去。它能把车挠横了，你说这玩意儿能叫解耦四驱吗？又解闷儿又解压，又解决了尿等待，能解出手的问题。那重新定义了这个什么叫新越野，什么叫硬要越野。我一个不懂越野的都把我看乐了。不是你的活就别愣了，你硬逼着攻击下来，那玩意儿能成吗？你要说作为一个城市家用车，有一部分的轻越野，我觉得挺适合。这种解闷四驱不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车就不要弄往这个行业里边炸，挠轮、溜坡、打摆子，4个轮儿谁也不听谁的，反正就是哐哐一顿挠，腾云驾雾。不知道以为是天上哪个神仙的坐骑下凡人间了。你们从抖音上搜一下这些真正的非解耦四驱坦克，300也好，碧沟40也好，包括什么烈马呀、牧马人啊，这些带传动轴的，这才是真正的硬派越野。停在坡上，人家最起码不溜坡，适合这些复杂的路况，你去玩去耍都没毛病。你耍的前提是你有一个好的四驱结构，你出得去回得来。你说你非整一个解闷的四驱，鸡怎么看，鸭怎么看，大鹅怎么看？不过想想也挺好的，有时候可以当笑话看，给我们非常无聊枯燥的上班带来了一片又一片的欢乐。而且光给我回电话了，也没给车主回电话，为什么？丢人啊！你也知道这不好意思啊，就是为了等到厂家的人问经销商事情有没有解决，有没有给媒体回过电，他会说你看聊天记录我回电了哟，但是回完电话他们不认可，我也没有办法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回电都是为了工作留痕，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岳先生，腾势第9的车主啊，这台车遇到的问题呢，冰箱不制冷，这个冰箱呢是半导体，它不是压缩机，前后滑门呢不对称，主驾驶门不好关门，每次关门的时候它会弹开。关键岳先生跟我们讲，一开始啊，它的门是只有一边不好关，自从修完了前后滑门的那个镀铬条有点错位的问题之后，就是修好了，位置是对称了，是对上了，然后主副驾就都不好关门了。岳先生上线啊，你好。截止到上次连线了之后，再没有人联系过我。现在我对于这个品牌真的
特别失望，以后再也不会碰国产新能源了。我理解你对腾势汽车的失望，但同时我也希望咱们保持对国产新能源的热爱，就是说腾势不能代表国产新能源。腾势厂家上线吗？你好。你好，主持人。经过一轮强有力的沟通过后，稍后客服都会进行记录反馈的。没事儿，不说你，说的不是你1632，说的是腾势。1632不是说你，说那个服务中心的啊。好的。我没说你啊，我不是说针对你啊，我所有的情绪，如果你不是很高兴，你待会儿中午点一个炸鸡，点个奶茶，实在不行你找导播让他报销，我们提供给400客服小姐姐的所有情绪服务和情绪安慰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份工作确实也非常的辛苦啊。哦，他不会真的哭了吧？他是哭了吗？岳先生，下午电话保持畅通吧，我帮你去催啊。好的，谢谢您。有没有人和您取得联系啊？没有。又没有啊。既然这个厂家这么缺这一个冰箱的钱，我也不找他了，然后我自己买一个。但是我希望这几期跟您这边的连线的视频能够发出去，让全国这些买腾势这个车主在买之前先做一个参考。你已经买了吗？还是准备下单？我打算买了。你先等一会儿。你这个冰箱说什么？我让腾势给你，你别管了，现在跟你没有关系这事儿。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竞争。岳先生，你先别买啊。最后如果要买，也让腾势给你报销。哎，你好，岳先生，有没有人和您取得联系啊？没有任何人连线。我告诉你，我这儿有来自于售后北京大兴的这家腾势中心的售后经理梁经理给我们城市之声打回了电话。车主的车是半导体式冷暖箱，想要更换压缩机的冰箱却是无法满足，没了。怎么着？你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而且光给我回电话了，也没给车主回电话，为什么？丢人啊！你也知道这不好意思啊。职场上的一个规则叫工作留痕，所有的回电都是为了工作留痕，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我要一个冰箱。车主上线啊，下午电话保持畅通，我帮你催着啊，岳先生。好的，行，谢谢您。有没有人和您联系啊？没有人跟我联系。然后现在这车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锁车的时候，不管是用 APP 锁车，还是那个用 NFC 或者钥匙锁车，左边那个反光镜，它有时候时折叠时不折叠，但右边的话是折叠。这是梁经理空降直播间。您好。梁经理，最近工作挺忙的？挺忙的。挺忙的，忙到我们这个车主的问题，除了回过一通电话说解决不了，再也不联络了。您想说什么？您直接沟通就可以，好吧？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给车主回电话？车没有问题，就车的冷暖箱这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意思是能制冷？对，可以制冷。来，车主上线啊！现在说你冷暖箱没有问题了？有问题啊，它根本就不制冷。我出去玩开一天，它都就是什么温度放进的水，什么温度就拿出来了。那梁经理，你说的制冷是什么情况下它能制冷啊？它是这样啊，就是本身这个冷暖箱是采用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制冷的功率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制冷的。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怎样它才能制冷？车主说开了一天了，什么温度的水放进去，拿出来还是什么温度，这就是不制冷。可能需要先生来店里边做一下检查。他这个车门的问题，你本人清楚吗？车门的话，应该是没有在大兴这边调过。我之前联系过这个京南那个店，完了联系过2周，都告诉我那个售后在休息。后来我去那个京港店调的。梁经理啊，车主刚才说2周和你们联系，你们售后都说休息。因为我们的车间在楼上，然后是因为我们的就是往车间升的那个电梯坏了。巧了，车主打电话给你们的时候是坏的，所以车主没有办法过去调他的这个车门，是吧？车主给我们打电话是吗？梁经理，看来你对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根本就不了解。我没想过这事儿过去了这么久，还是这种半打客气的状态。还有，同样是半导体，别的门店有给车主一个外接的这个冰箱先去使用，大兴的没有，车主生气，这也正常。我今天想问问你有没有进展呢？我一会儿再确认一下吧，因为之前跟我沟通的这个暂时是没法提供。现在要做的是关于车门的问题，要邀请他进店重新调整。车主又发生了新的情况，通过远程遥控车辆锁定时，其中一侧后视镜偶发的没有办法折回来，再去查去修。可以，没问题。梁经理，电话降一下。做售后经理的光靠拖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上线之后不情不愿的，没有解决任何情况，我问什么啊？不知道啊？问什么？我制冷的，我们没有问题。我现在就想请问了，一个专业的售后经理
怎么舔着脸说出半导体的冰箱没有问题？这个冰箱也算是出名了，早在去年就有新闻显示腾势冰箱变电暖风，并且还有车主搞了个联合声明，看来没有什么用，一直到现在都没改。这也算是一个传承了，比亚迪方程豹新款偷偷改缺点，腾势冰箱可能难度比较大就拖着。所谓狮子多了不痒，彻底摆烂。感谢观看到这里，麻烦点赞评论一下，当然不好的评论我会删的，谢谢支持。开屏广告必须100%点击率，谁都不能跳。那咋实现呀？方案很简单呢，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假的叉，大一点，明显一点，在它旁边呢，你再做一个真的叉。哎，对，完成的真的叉，你一定要设计成透明度非常低，肉眼看不清的那种，行不行？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你把那叉给它做成那种可随机移动的，用户一点击，噔，它就跑了，是不是点进广告了？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最好的，比如说把那个叉放到右上角，越远越好，你是不是够不着？你只要一动，哎，手机动了，配合我们摇一摇进广告的功能，是不是进广告了？那这程序员也做不出来呀？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呀？我们这需求提的都这么明确了，一天做出来呗。